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在日本遭记者存心刁难，脸色一阵难看尴尬，台下等着看笑话。赵丽颖的演技距离真正的影后有多远？同是女性，有的人咋就对别人恶意那么大呢？还身为记者，大庭广众之下对别人提出那么恶毒的问题。这一幕发生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观影上，赵丽颖的脸色也是十分难看。近日，赵丽颖现身东京电影节，只见她一头短发干净利落，一身套装也帅气十足，显得头小脸小，生图也好美。这是赵丽颖带着她的作品《乔妍的心事》来到电影节的。电影中的乔妍陷入职场困境，遭到潜规则。在观影结束后，一个记者向赵丽颖提问：在真正的娱乐圈，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原本安静的台下顿时一片哄笑，都等着看笑话。再看赵丽颖的脸上也一阵难看尴尬。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刺探别人的隐私，回答的不好还可能被别人恶意解读。最后还是导演做了回答。最主要的提这个问题的人还是个女性，女性对女性应该更能共情，而不是提这么不怀好意的问题。这部电影意在告诉大家，遇到生活中的难题，应该勇敢面对，坚强对抗。自上映以来，观众也褒贬不一，纷纷吐槽赵丽颖的演技，片子的脉络也不清晰。你看过这部电影吗？觉得给她打几分？赵丽颖的演技距离真正的影后有多远？2024年无疑是演员赵丽颖收获的一年。8月，凭第20条夺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9月，凭风吹半夏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。10月，凭风吹半夏获金鹰奖最佳女主角。10月末，又凭第20条获得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今年赵丽颖不仅在表演上得到了业内肯定，重磅奖项和多部新作带来的人气，也使得她和同期85花拉开差距，成为中青代女演员中备受期待和关注的闪耀人物。然而，随着新片《乔妍的心事》上映，关于赵丽颖的演技再次引起争议。她是否匹配目前拿到的奖项？她是否真的值得影后视后的名号？从今年赵丽颖破圈的电影作品来看，她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赵丽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女演员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从河北廊坊农村出发，通过选秀节目进入影视表演行业，在长达7年的跑龙套生涯中，她一直默默积累。直到新《还珠格格》饰演乔儿一角带来机会，她在大型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中首次饰演女主角。自此开启了古偶剧的大女主之路。赵丽颖在电视剧领域深耕多年，《花千骨》《知否知否应是》《绿肥红瘦》都是她的代表作品。直至风吹半夏，她才开始真正转型，从清纯甜美的偶像剧小花，转向成熟大气的青衣。可以看见她对自己职业生涯有着清晰的规划和思考，不停留在原地，一直突破。正是赵丽颖的特别之处。在中国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的21世纪前20年，赵丽颖搭上了大众选秀、互联网兴起和影视资本运作的大车。她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也没有专业的背景，但她抓住了古偶剧发展的机会，先从这一领域磨练技能，积累人气。从赵丽颖选择的角色看来，她大多饰演与自己人生经历相似的人物，这巧妙规避了她没有科班学习经历的短板。无论《陆贞传奇》中的陆贞，还是《知否知否》中的盛明兰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通常和她自己一样，出身平凡，从底层一步一步向上爬。由于她本人的个性始终伴随角色的命运发展，赵丽颖饰演的这些女孩也巧妙摆脱了古偶剧中傻白甜的刻板印象，她们既有灵动活泼的一面，又兼具隐忍勤奋的良好品德。因此，这些角色更容易打动中国观众，
我们都希望现实中的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，既努力又幸运，最终达到自己所期待的成就。然而赵丽颖的努力和选择始终是两面的。例如关于傻白甜的争议，早年对她而言就是出道的敲门砖，这在中国影视行业非常普遍。大多数年轻女演员要想快速获得红的机会，清纯甜美如初恋的长相正是观众缘的基础，这与长久以来大众接受的观念和审美教育有关。而赵丽颖一张无害脸庞，加上娇小的身躯，正是古偶剧中最让人怜爱的形象。对一位没有家世背景，也没有专业学历的年轻女孩来说，她的长相就是她最大的天赋。但中国影视行业对年轻女演员残酷的也正是这一面。只要观众继续喜欢清纯的女孩，这一类型更年轻、更漂亮的清纯女孩总会出来，将年龄增长的女演员推到尴尬境地。当一个曾经因为清纯而受到喜欢的女演员不再年轻时，她的年龄和长相也必然更多受到关注。表演的基础丧失了，观众不再相信，也会选择更年轻、更甜美的女孩来代替。因此，赵丽颖的转型是必然的。只要她想在影视行业继续走下去，就要思考曾经傻白甜的讨喜形象，在更长远的职业道上必然会为她带来羁绊。可以说，她也尝试了其他女演员会走的路，例如结婚生子、安全的退后。但显然尝试之后，她发现自己并不真正向往稳定的婚姻生活。她是真心想要在表演上继续努力的，也不会放弃之前辛苦的积累。风吹半夏的安全转型。2022年末播出的《风吹半夏》讲述了一个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女企业家拼搏奋进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乍一看与赵丽颖之前饰演的古偶剧有很大差异，现代剧、时装剧整体扮相都耳目一新，但角色的本质依然复制了赵丽颖过去的选择，一位兼具灵气和隐忍个性的中国女性，通过勤奋努力，把握机遇，登上了属于她的舞台。许半夏这个人物和《陆贞传奇》知否的成长路线依然是相似的，但对赵丽颖来说，这是婚后复出转型最安全的选择。一方面，她可以继续用过去娴熟的偶像剧技能，在相似的角色上赋能喜欢她的观众依然喜欢；另一方面，通过角色的现代中年扮相，让观众接受她的成熟转型。在许半夏的蜕变中，赵丽颖也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蜕变。风吹半夏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，赵丽颖的努力是其中很大一部分，她为塑造角色增重，不遮掩年龄的痕迹，都是挑战自己的舒适区。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，这部剧本身的制作也十分精良。除了剧本有新意，其他演员的选择和角色塑造也十分精彩，其中刘威带头的企业家5人组最为突出。他们个性鲜明的企业家角色为这部剧的时代气息增色不少。赵丽颖在与诸多好演员产生交集、互动的情况下，她浓墨重彩的戏份得到了巧妙烘托。即使本剧也有玛丽苏的夸张情节，但瑕不掩瑜，观众喜闻乐见一个这样智慧的女企业家，在一众男性中成为佼佼者。许半夏的成长既和改革开放的大浪潮相契合，也和女性力量的崛起相契合。她的成功和赵丽颖的成功都是众望所归。从第20条到乔岩的心事，风吹半夏为赵丽颖带来了题材和角色类型的突破。她真正从古偶剧赛道走出，向更宽广的现实题材进发。第20条不是赵丽颖第一次涉猎电影，但却是她第一次以不是清纯小花的形象拍电影。而在第20条中，赵丽颖以哑女角色郝秀萍爆发出了内心的超强能量。她不再甜美，不再顺遂，她饱尝人间疾苦却不能发出声音，只有以痛的表情和手势唤醒人。
们的良知和怜悯，赵丽颖向张艺谋大胆提议了哑巴的设计，也成功让大家真正记住了他。要知道，这是一部云集范伟、雷佳音、马丽、张译等诸多好演员的群像戏，但赵丽颖准确把握住了机会。回头来看，赵丽颖提出哑巴的设计十分巧妙得当。她既理解了剧本中的人物底色，也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。郝秀萍因不能发声更为悲苦，而赵丽颖也巧妙规避了她的演技弱点台词。但到了浴火之路乔岩的心事，赵丽颖的台词短板无法再被巧妙遮掩了。面对刘烨这样的科班影帝级演员，当赵丽颖的戏份增加，产生对白互动，她在语言表达上的劣势一览无遗。刘烨即使多年没有出现在大荧幕上，但他一张口，台词就是铿锵有力的、清晰、稳定，毫不含糊。而赵丽颖的台词对比之下显得情感单薄，音调音色都没有犀利的边界，也无法从她的对白中准确感知到人物的内心。即使老练的肖央在刘烨面前，台词也有所逊色。赵丽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，而她在浴火之路只有复制第20条中的路数，利用沉默戏份，才能增加人物神秘的力量。当赵丽颖不开口时，她能通过几种眼神释放出自己隐藏的能量，但一旦她张口，能量就迅速衰退，这让人着实惋惜。到了乔岩的心事，三人戏变双人戏，赵丽颖的挑战更大了。在大段只有辛芷蕾或黄觉在场的情况下，两个人的对白场面极易失控。赵丽颖不是流露出了偶像剧表演浮夸的一面，而是她无法在更长时间戏份里撑起复杂的人物大荧幕，比电视残酷太多，每一秒都在检验演员的内功。诚然，乔岩的心事整体剧本和制作都有很大的问题，但赵丽颖在和这样的团队合作时，无法巧妙规避自己的短板，她的弱点被直接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，无数特写对到她的脸上。观众期待她能爆发出能量，但她相对单薄的表情和台词，很快让观众的期待扑了个空。乔岩的浓重心事不过如此。相形之下，辛芷蕾表现出了令人信服的感觉，但限于本片的制作和剧本弊病太多，在《繁花》中那样星光熠熠的辛芷蕾，到乔岩的心事也黯然失色。因此，赵丽颖的演技在这部片里显得没有那么难堪了，只能怪她难得选错团队和剧本，把电影转型之路交给了并不高明的导演和编剧。随着乔岩的心事上映和金鸡奖提名，赵丽颖的转型努力都在接受两面检验。顺利的话，她用每一部更好的电影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，配得上几大奖项的殊荣。风险同样存在，当人们相信赵丽颖能演出更好的作品时，如果她的演技还没有更进一步提升，那么过早来临的大满贯奖项也会成为她的负累。早早拿到3金影后的周冬雨，在辛勤转型路上已经失去了奖项的光环。赵丽颖面对同样险阻的道路，这甚至是大多数中国年轻女演员都要走的路。如何从清纯甜美的单一角色限制，向更为广阔深刻的角色进发？有许多人尝试了，失败了，退下阵来，少数人会坚持走下去。大浪淘沙之后，在观众心中留下永恒的艺术形象。对37岁的赵丽颖来说，真正的长路才刚开始。